大家好，我是毛毛。今天我们来做这个让吃起来的人们忍不住飞快的吃完，就如同闪电般迅猛而得名的闪电泡芙。跟普通圆形泡芙相比，它在制作上更加容易开裂塌陷，所以呢有更多的细节需要去注意。比如说，为什么配方里面要加牛奶而不能全部用水？为什么要加高筋面粉？等等这些细节，那就记得关注我哦，每周跟您更新各种烘焙美食。首先我们来制作泡芙的经典夹蟹卡士达酱。我们把蛋黄倒入盆中，用手持打蛋器打到颜色发白，加入玉米淀粉，也可以换成低粉，然后直接用打蛋器给它搅打均匀，得到一个非常浓稠的蛋黄糊。这里基本上没有什么要点，只要把它搅拌成顺滑的蛋黄糊就可以了。我们把牛奶跟砂糖倒入锅中，加热到周围冒小泡，大概60-70度的样子。然后我们分次倒入到蛋黄里面，这里分次倒入的原因是为了怕把这个蛋黄给烫熟，所以说一般分个2-3次加入即可。然后我们把加有牛奶的蛋黄重新再倒回这个奶锅里面，重新开始煮。这里就是做卡士达酱需要注意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细节，一定要边煮边搅拌。如果你觉得火力太大的话，就要离火，一直边煮边搅拌到它开始慢慢变浓稠，那就差不多了，表面开始出现纹路了。千万不能偷懒，这里一定要一直不断的搅拌，然后趁热加入黄油。最后我们就可以得到一份非常顺滑细腻的卡士达酱。卡士达酱相对来说热量是比较低的，我们为了调味可以加入一点点的香草籽。这个香草叶呢，你一定要买这种能看到香草籽的香草叶，不要买那种就是纯的那种液体，那种的话化学添加就太多了。非常细腻顺滑，这个卡士达酱平时用来做在面包里面夹蟹也都是可以的。然后我们用保鲜膜贴面给它保存，贴面的目的是为了防止水汽的产生，放入冰箱冷藏。接下来我们制作泡芙的面糊。我们准备好原料，其中的黄油的话最好拿出来稍微软化，否则的话一会儿加热的时候液体已经沸腾了，它还是硬邦邦的，就会造成液体的蒸发，这样的话用量就不准了。我们把制作泡芙面糊配方中除了鸡蛋以外的所有材料都给它加在锅内，开始加热。记得刚开始一定要用小火加热，能保证黄油让它慢慢融化，否则火力太大的话会把整个液体加热到沸腾，而黄油还是块状的状态，这样的话会导致整个液体的散失，用量就会不准了。黄油融化之后，我们就可以增加火力，大概到中大火把这个液体加热到非常的沸腾，记住一定要是非常沸腾的时候把这个面粉给倒进去。倒进去以后，立马用刮刀给它搅拌均匀，争取让每一粒面粉的颗粒都可以给它烫熟。这时候我的火是立马关掉的，倒入面粉就关火，然后用刮刀或者带抽，任何你喜欢的工具，擀面杖都可以给它搅拌均匀。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把面粉烫熟，烫熟的面粉它产生糊化，这样的话它才可以吸足够多的水分。那在泡芙烤制的时候，这些水分的蒸发就会产生气体，让整个泡芙这样膨胀起来，造成一种中间空心的状态。这里的要点就是一定要看不到干粉，如果你看到那种细小的干粉颗粒，也不要着急，直接把它挑出来即可。这时候的温度大概是60度左右，所以我们需要做的是把它重新回到炉上去加热。记住，一定要重新回到炉上去加热，一直要加热到这样底部，就是锅的底部有一层薄膜出现。所以说呢，你最好不要用那种不粘锅，因为膜比较不好判断，它黑不溜秋的，所以说最好用这种不锈钢的厚底锅，它炒出来的薄膜非常明显。切记，这是做泡芙糊最重要的关键的一步，一定要重新放到火上去给它加热到底部出现一层薄膜才可以。同时要提一下，之前我们为什么要把液体加热到非常沸腾呢？如果你不完全煮沸的话，那个油脂就会非常容易的吸出来。
同时我会在后面拜入鸡蛋的时候跟大家讲解为什么要用牛奶跟高粉。这个锅的底部的膜是非常明显的，一定要是这种薄薄的一层这种薄膜才可以。所以说建议大家一定要用不锈钢锅来制作泡芙面糊，尤其是新手制作的时候。我们把这个面糊给它稍微摊开晾凉一下，大概凉到60度左右，60-70度吧，50-60度都可以，只要不把加进去的鸡蛋烫熟即可。加入鸡蛋呢，我的配方给的是5个到6个的量，因为每个人的鸡蛋大小不一样，所以说呢最少肯定要4个的，所以前4个加入进去的话，你就直接把鸡蛋打到这个碗里面，是完全不要担心的。打进去一个呢，直接用刮刀这样把它翻拌均匀，那鸡蛋就会被这个面糊给吸收了。那这里有人会问，那我可以用那个厨师机的 K 桨吗？答案肯定是可以的，这样的话比较省时省力，但关键是如果你制作的分量比较少的话，那如果你用 K 桨的话，你就会打入太多的空气，因为厨师机毕竟速度比较高，跟你手比起来，你手这样掰的话不会掰入太多的空气，而空气对于骰碟泡芙来说是一个非常厉害的因素，只要你有空气进去，它那个泡芙就会开裂。我会在后面演示给大家，空气只要有空气在，你那个泡芙就会容易开裂。所以说做小分量的话，我建议大家不要用厨师机，直接用刮刀、用手抽、用擀面杖、用任何工具都可以，因为人为的这样搅拌拌进去的空气是不会有那么多的。那我们再来聊一下骰碟泡芙里面这个牛奶的作用。骰碟泡芙呢最大的问题就是开裂，所以说为了抑制这个泡芙的开裂呢，我们要加入牛奶。牛奶里面的脂肪呢跟水比起来，它可以抑制这个泡芙的开裂，所以说你可以把配方里面的那个水都换成牛奶，但是你不能把牛奶都换成水哦。这个高筋面粉呢也是一个道理，因为高筋面粉的筋度比较高，所以说它也可以防止泡芙的开裂。加到第5个鸡蛋的时候呢，我会把它放在这个小杯子里，给它搅散以后，搅成一个全蛋液，然后大概半个鸡蛋的这么加进去。到最后呢，你会加的分量会越来越少，你要加一点判断一下状态，再加一点。前4个完全没问题，直接一个一个加。最后出来的状态呢，我们要用刮刀这样拎起来，然后看一下那个倒塞角有没有达到那种倒塞角，然后有点飘的那种状态。我们一会儿看一下，这是我们最后我加了大概5个半的鸡蛋，最后这样刮刀拎起来是一个倒塞角，大概有10几公分长吧。然后呢放在那里，你稍微抖一下呢，它可以掉下来一点点，然后垂下来那种薄薄的片，那这个状态就可以了。我们再看一次，是这种倒塞角，一定要有这个倒塞角的状态哦。然后稍微抖一下呢，它可以慢慢这样滴下去的状态。做骰碟泡芙的面糊呢，会比圆形的泡芙或者酥皮的泡芙稍微稀那么一点点。挤骰碟泡芙呢，我们需要用这种带有棱角的标花嘴，不要用圆嘴，因为圆嘴的话它没有爆破点的，那骰碟泡芙就不会膨胀的那么好。然后我们把它放在一个标花袋里面，一定要给它排空气，这是做骰碟泡芙第2个重要点，就是一定要把空气给它排出去。用一个刮板这样往前推，然后稍微看到里面有大气泡就给它排出来。其实我今天没有排得特别干净，我就是要给大家看一下，一旦这个泡芙表面有气泡的话，它烤出来就是会开裂的。然后我们就把它挤成长条，大概是12公分到14公分左右。大家可以在边上放一个参照物，这样的话挤的话相对来说会比较直一点。挤这个泡芙呢也没有什么技巧，就大家多练，我也不是说高手，因为我也不是天天做。只要把前面的面糊的状态都判断好了，后面你不管怎么挤，你挤成长条形，挤成车轮泡芙都是可以的。所以说关键一定要把这个泡芙面糊最后那个倒塞角的状态给它做出来。这里特意给大家拍了2个特写，这2个泡芙表面能看到明显的这个空气，那一会儿它烤出来就会比较容易开裂，它会以这个空气口作为爆炸口，给它这样裂出一道裂纹出来。然后我们进入之前呢，我们要沾上一层糖粉。这层糖粉的作用呢，不是为了装饰，而是让糖粉跟泡芙表面的水分形成一层糖水。糖水呢比较难干燥，所以说它会形成一层保护膜，这样防止泡芙的开裂。我们把烤箱预热到220度或者200度，一定要高温。然后呢，把泡芙放进去以后呢，直接给它降温到150度来进行烘烤。直接烘烤，直接用150度烤完，烤到大概1个小时。
到泡芙表面形成那种金黄的颜色就可以了。为什么要这种高温，然后直接降到低温烘烤呢？也是为了让泡芙不要一下子膨胀的太快，然后呢让它比较就是那种结挺，内部呢形成空洞。烤出来的泡芙是应该这样，完全不开裂，然后呢硬邦邦的，然后你能看到里面是空心的那种感觉，就是那种敲上去就感觉到里面是空心的。这个就是刚才表面有气孔的泡芙，它就会比较容易开裂这样的小裂口。虽然说装饰以后也看不出来，但是如果你是完美主义者的话，就会比较介意。它里面一定是空心的，就是里面的空心是泡芙成功最关键的一个标准。这里跟大家插播一下怎么用牛奶来制作这个开纳许，只要把牛奶加热到一定的温度来融化这个巧克力即可。因为淡奶油大家不一定家里常备，用牛奶的话其实也完全可以制作一份非常细腻顺滑的干纳许哦。我们把泡芙底部戳3个洞或者2个洞，给它开始夹屑。夹屑用的标花嘴最好是这种比较长的、比较硬的标花嘴，会比较好使。卡士达酱从冰箱里取出来，一定要用打袋抽或者是手持打袋器给它搅拌到顺滑，要不然的话它是会结块的。但是你只要稍作搅打，它就会恢复到非常顺滑的状态。然后我们把卡士达酱从刚才戳的3个小眼里面给它挤进去。一般来说，你挤到第3个的时候，前面2个那个小洞就会把那个酱给冒出来。那这样的话，你就可以知道哦，我整个这个彩电泡芙的空间里面已经都注入了这个酱。一定要把整个泡芙都把这个酱都给注满。那当然了，这个前提条件就是你的彩电泡芙里面一定要足够的空心。如果不空心的话，你这个酱是挤不进去的。你看从中间挤的话，下面那个酱会冒出来，那就说明你的泡芙是非常成功的。酥脆的外皮配上里面柔软的卡士达酱，即使没有外面的淋面也是非常美味的。不过爱做甜点的我们怎么能少了给它装饰呢？这个装饰呢是我上一期视频做的风动糖霜，就是树莓味道的风动糖霜，大家可以观看我上一期视频，里面有非常详细的介绍。淋面呢也没有什么讲究，直接就这样给它摘一下，然后上面会有一道这个纹呢，要用手指给它这样刮一下，这样的话表面会比较光滑。我们也可以用甘纳许淋面，甘纳许淋面呢是现在外面很多甜品店里面基本上都是用甘纳许淋面。最后我们再拿上期视频教的怎么做这个翻糖小花给它装饰一下，当然也可以撒上你自己喜欢的坚果呀、麦片呀等等。闪电泡芙它的高大上就在于给你很多很多的发挥空间，不像平时那种圆的泡芙，你可以做酥皮啊，加点奶油就算了。闪电泡芙呢，你可以在上面放很多巧克力的插件呀，任何你想装饰的东西，让它变得高大上。那今天我们的闪电泡芙就分享到这里了，希望大家记住了我那些反复强调的小细节哦。当然了，如果你还有任何问题，就在视频下方留言，我看到一定会立马回复的。那记住我是毛毛，每周跟您分享各种烘焙美食。如果喜欢我的视频，那就给我关注、点赞都可以哦。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拜拜。